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我现在呢已经回到咱贵州老家了。我相信你们五一也度假完了吧啊？咱们从西双版纳开了1000多公里，回到了贵州，那边很热，然后回到贵州又很冷了，穿上厚厚的衣服啊。我中途呢经过了昆明，去昆明看我3个月前出事故维修的那辆大黄。那辆车呢是我在过去的1年当中啊，一直开着那辆车漫游全国，然后自驾游拍视频。那辆车出事故以后呢，到现在呢已经修好了，但是它的车身大梁受损严重，还有那个发动机受损严重。我就在考虑说，之后要不要继续开着它，接下来长途自驾旅行。这个问题我还在犹豫，目前我把它先放在那里，然后呢，我带着安妮、波妞还有二狗回到了贵州，就先回来计划一下。然后那台车呢，之后由我的家里人去把它从昆明开回到贵州。如果说我自己要计划着买的话，我之前一直在考虑咱们福特全顺那个底盘，但是全顺的话，我还是觉得有点略微小了。然后呢，我又不想开手动的那个底盘，我说在想怎么升级，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福特 T8 的底盘，我对那个特别感兴趣。我呢也在想，要不就用那个底盘自己来改，或者说找厂家帮我改装一台，这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啊。我回到贵州这边来呢，估计又得暂时停下来一段时间。为什么啊？我给你们看一个单子，这个不是说我想这样，这个是我的单子，你们看到了吗？我居然腰椎间盘有点膨出，不是突出，是其中的一个骨节之间里面有点膨出，而且这个不是影像啊，它只是影像学诊断下边的一个结论，而且还有双肾小结石。我是结石体质，然后呢，如果吃饭不规律啊，在外面饮水质不太好，不是说吃了一些东西是那些高钙啊、嘌呤比较高的，它就容易结石。那么我现在又长结石了，我还是2-3年前自己忍痛1个月把这个结石活生生的吃那个金钱草和那个结石颗粒把它给自己抖下来的。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小毛病，就是我的这个脊柱这儿有点膨出，这个膨出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已经很疼了，我是疼的受不了，所以我才去做的这个检查。检查完了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全身都是病。我的膝盖到现在都没做手术，半月板撕裂受损啊，然后呢肠胃也是问题，反正就是有一句方言怎么说的啊，癞蛤蟆被牛踩了，全身都是病。就是癞蛤蟆只有这么大一个嘛，那个牛长这么大嘛，踩了全身都踩碎了，所以它全身都是病，就是这么来的。你说倒霉吧，这也不算倒霉，但是我的身体呢都是小毛病，只有膝盖是大毛病，还有这个肠胃久病成疾了，这个毛病就有点难以根除。我在这边呢要对我的这个腰椎膨出要做一个调理，可能要多花几天时间停下来，所以呢这个旅行就暂时先小小的中断一下啊，不是说我不继续出去旅游了啊。然后呢，我上一个视频发出来说我要换房车了，有人说我带货挣钱了或者什么的哈，我最多也就只能够着一个首付，去付一台房车，然后带着安妮、波妞继续带着大家出行。也有人说你现在呢都变味儿了，变心了，然后呢怎么的。其实我的理想大家老粉都知道，经常看我的视频都知道，一直扎根乡村，一直在拍摄，对这个乡村振兴呢也是积极的宣传，这也是我的一个理想，我一直没变，只是说这些都是我生活的必需品，我必须得去满足我在旅途当中的一个创作期间的一个需求。借这台房车来使用这段期间呢不是说为了贪图享乐，真的是为了方便创作。我给你们看一下吧为什么说方便创作？如果是那种小车根本没有办法，因为这里有一台台式电脑，看到了吗？它空间大，这个台式电脑呢它可以在车里面方便剪辑，随时随地。而且这个控制面板大家看到了吧，这上边这个它这个电够用。这儿还有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呢它可以就是说让我
出行，带着2只狗狗去四处的找酒店，很麻烦，而且人家拒绝我。还有空调，夏天热的时候，狗狗在车里面跟着我，我开着空调也没那么热。像自己手改的那个床车，或者说普通的那种家用轿车，它真的就没有办法我在旅途当中的使用了，所以我得升级。那我接下来如果说真的要升级成一台 B 型房车，那它一定得像我现在使用的 C 型房车一样，它能够让我在旅途当中安安心心的去创作，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去到各个地方还得去找酒店，非常的累。因为我现在的身体条件越来越糟糕了，都是这几年久病成疾了，这样导致的。这么说吧，我带货的频次也很少，大家都基本上很少看到我带货吧。我1个月带那么1-2次，而且我都是做的源头溯源，而且都是自己走到源头，亲自的去看，从各个环节维度去了解。所以很多人说你现在只带货，就像一个老师看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他可能偶尔偷玩了一下，但他其他时间都在努力，然后呢，老师就看到他玩耍的那2次，老师就认为这个学生就一直在玩耍，我心里面就有点憋屈。不过呢，我还是这么一句话，很感谢你们的认可和支持，然后我会坚定不移、脚踏实地的走在这条路上，不管是乡村的宣传、文旅方面的美食也好，不管是过去我们的主题视频深入到乡村，记录那些温情的故事，拍照啊等等，还有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我老家的发展，乡村振兴这一块，我呢也想去帮助，也想去宣传，同时呢也想把自己的事业落地在这个乡村。同时呢，我还在我自驾游乡村的这一路上，我会去发现源头好物，把这些源头好物分享出来给大家，这个是我的一个初心，我一直没有变，这么些年了，我一直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就是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啊，没有重点，都是我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希望你们呢5·1呀都能够玩得开心呐，收假了也该精神饱满的去战斗了啊！咱们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如果说你们想看这台房车，想好好的了解了，等我把它收拾干净了，打理出来再给你们看吧，好不好？这2天回到贵州又在下雨，不方便拍摄，只能在这个小房车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了哈，好吧，拜拜。